有些事你越急，它越不来；有些缘你越抓，它越溜走。很多人以为迟迟怀不上孩子是命运在亏待自己，但在佛家眼里，这件事要反过来看。晚孕之人，往往才是被老天爷特别在来到你身边之前，前世就已经种下了深厚的德行根基。这样的孩子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来的，他要选父母的。很多人对上等子女缘有误解，以为孩子考上名校、出人头地、赚大钱当大官就是上等缘。其实佛家说的上等子女缘跟世俗的成功标准是两回事儿。上等缘是安乐易养、福慧具足、孝顺懂事、不造恶业。说白了，就是一个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、懂得孝顺、不惹事端的孩子。各位想一想，一个孩子在外头功成名就，但逢年过节从不回家，父母病了也不在身边，这算什么缘？但一个孩子学历普通，工作普通，却每天陪在你身边，让你笑着老去，这才是真正的福报。印光大师曾经开示说，子女之贤否，关乎父母之积德与教育，积德于先，教育于后，未有不贤者。意思是孩子贤不贤，首先取决于父母有没有积德，积德在先，教育在后，这个顺序不能乱。如果你还没有把自己的德行修好，好的孩子是不会来的。如果你正在经历晚孕或者求子不得，先不要着急，不要怪罪自己。今天我想带你深入去看三件事儿。第一，为什么善缘总是来得晚？背后的业力法则是什么？第二，一个高灵魂的孩子到底会用什么标准来选择父母？第三，如果你现在正在等待那个求而不得的过程，它到底是折磨还是礼物？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会颠覆你对子女缘的全部认知。我想先从一个故事讲起。我认识一位叫阿慧的女士。阿慧年轻的时候是个挺要强的人，在公司做到了中层管理，20几岁谈了一段很认真的恋爱。那段时间她怀过一次孕，但当时她跟男友都还没做好准备，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，最后决定不留下那个孩子。手术做完的那天，她哭了一晚上，然后把那件事儿压在了心底，继续往前走。后来她结婚是31岁，嫁给了一个各方面都很踏实的男人。婚后两个人就想要孩子，但一直没有动静。去检查，医生说身体没有大问题，但就是不容易受孕。这一等就等了将近8年。8年里，她试过很多方法，看过中医、西医，做过各种调理。逢年过节最怕被亲戚问，走在街上看见别人推着婴儿车，心里那种说不清楚的滋味，只有自己懂。他跟我说，有一段时间他真的很怨，觉得为什么别人那么轻易就能做到的事儿，偏偏对他这么难。转变发生在一个很平常的深夜。那天他睡不着，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天很黑，风很凉。他突然想起了那个多年前的决定，想起那个从未出生的孩子。这个念头一来，他眼泪就停不住了。他说他那天不是在哭自己没有孩子，他是在给那个被打掉的孩子道歉。道了很久的歉，哭累了就迷迷糊糊睡着了。他在梦里见到了一个孩子的轮廓，不清晰，就像隔着一层薄薄的光，但那个轮廓让他觉得安心。他梦里有一种感觉，那孩子不是在怪他，而是在看着他，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，像是在等什么。醒来以后，阿慧做了一个决定，她去寺院里认认真真地上了一炷香，把心里多年积压的那份歉意一字一句说出来，然后发愿要行善回向。他没有求菩萨给他孩子，他只是说，如果我还有这个缘分，我会好好珍惜；如果没有，我也接受。大概又过了1年半，她怀孕了。这个孩子现在12岁，在班上成绩中上，没有特别厉害，但健健康康、温温和润。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儿是把书包放好，然后来厨房陪妈妈说话。阿慧说这孩子有时候一句话能说到他心里最软的地方，他总觉得这孩子懂，他比任何人都懂。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跟你说诚心悔过就能怀孕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我想说的是，在阿慧的故事里，那8年的等待恰好给了她一段时间去面对那件多年前的事儿，去完成内心深处的一次和解。如果她25岁就轻轻松松怀了孕，那次和解永远不会发生。讨债的姻缘往往不需要太多积累，因为那是旧账，债务摆在那里，早到晚到都得还，所以来得快。但报恩的缘分就不一样了，报恩需要福，需要德，需要那个准备来报恩的灵魂。在父母这边看到足够的条件，值得报恩的善良，足够稳定的家庭，还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心定。这些东西不是1、2年能建立起来的，需要时间去磨砺，需要人生的起伏去沉淀，所以晚一点来，本来就是这类缘分的特征。再说第二个故事。有一年，我在一个茶具上听一位修行多年的居士谈起一件事儿。
他说他年轻时候的2位朋友都在30岁前后结婚，但求子的际遇截然不同。一位朋友叫阿明，婚后1年就生了儿子，大家都恭喜他，说他有福气，那个孩子生下来就爱哭闹，长大以后非常叛逆，读书的时候跟老师打架，出社会以后几乎没有稳定工作，隔三差五就回来跟父母要钱。到最后，阿明几乎把退休金都贴进去了。夫妻2个在孩子这件事上没少闹矛盾，晚年过得相当辛苦。另一位朋友叫阿忠，婚后一直求子不得，太太也为这件事哭了不知道多少次。周围的人背地里说闲话，有的说他们命里没有子女缘，有的甚至说他们前世造了什么孽。但阿忠和他太太那几年里没有互相埋怨，反而因为共同面对这件事儿，2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扎实。太太开始吃素念佛，阿忠开始做志工，周末去帮老人院的长辈们修缮房子，一做就是好几年。婚后第9年，他们的女儿出生了。这个孩子从小安静懂事儿，不需要父母操太多心，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，毕业以后有稳定的工作，每个月定期汇钱给父母，逢年过节一定回家。阿忠现在退休了，跟太太住在家里，生活里最大的满足就是女儿每次打电话回来都会聊很久，说工作，说朋友，说生活里的小事，什么都说。他说他们父女之间没有什么隔阂，像朋友一样相处。那位居士讲完这2个故事，停了一下，说了一句话：你们有没有发现，阿忠等孩子的那9年，他没有在等孩子，他其实是在变成一个更好的人。就是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。阿明和阿忠的故事不是要告诉你早生不如晚生，也不是要你去评判任何人的选择。他想说的是，孩子来之前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往往决定了你们之间的缘分是什么性质的。一个每天都在修行行善的人，积攒起来的是特别的磁场，而那种磁场会吸引同频率的灵魂靠近。这就引出了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说法，孩子是会选父母的。佛家讲投胎，每一个将要出生的灵魂在进入这个世界之前，是有一段观察期的。他会看他未来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，心性是否稳定，家庭是否和睦，待人处事是否有善良和慈悲。而高灵魂的孩子，也就是佛家说的素质得本的灵魂，对这些条件是相当挑剔的。上等孩子选父母有3条不可动摇的标准。第一条，不选心不定的父母。这里的心不定，不是说父母不能有压力，不能有情绪，而是说那种骨子里的浮躁。今天想这个，明天想那个，遇到事情很容易崩溃，动不动就陷入绝望或者愤怒。这样的家庭没有根的地方，上等的种子不会发芽。第2条，不选心不善的父母。善良是最基本的条件，但这里说的善，不是表面上的好好先生或好好小姐，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心里有别人。能不能对弱小的人保持慈悲？能不能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依然做好事？能不能在吃亏的时候选择不计较？这种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福德积累。第3条，不选家不和的父母。家里争吵不断，夫妻之间积怨很深，甚至互相伤害，这样的家庭环境，高灵魂的孩子是主动避开的。因为进入这样的家庭，那个孩子能感受到的只有创伤和耗损，跟他此生想要完成的修行背道而驰。当然，没有人是完美的父母，上面这3条不是要你达到圣人的标准，而是方向。方向对了，就算还在路上，上等的缘分也会愿意等你走到那个节点。说完孩子怎么选父母，我们再来说另一件事儿。那个求而不得的岁月，到底是折磨还是礼物？求子不得，有时候是佛菩萨对你最大的保佑，这不是安慰。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，如果你在20几岁，人生最浮躁、最不成熟的那段时间，某位菩萨真的给了你一个孩子，而那个孩子是一个来讨债的孩子，你们之间的缘分充满了磨难和痛苦，你的人生会走向哪里？有多少人就是在太年轻的时候，因为一个在错误时间点进来的孩子，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团乱，婚姻破裂的有之，债务缠身的有之，健康垮掉的有之。那个孩子不是不好，是时机不对，是父母的状态不对，是那段缘分本来就是一道难以承受的功课。所以当菩萨不让你怀孕，他有时候是在帮你挡住那些你还不知道自己挡不住的事儿，他在用一段等待的时间给你机会，让你把自己修好，把心性修稳，把家庭关系修和，把内心的善意修深。当你修好了，孩子自然就会来了。很多人问过我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为什么孩子还是不来？我会反过来问他们，你努力的方向是在改变自己，还是在祈求结果？这2件事是完全不同的。最后，我想说一件更根本的事儿。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说法，儿女是债，不是讨债就是还债。
这话流传很广，有它一定的道理。但如果你只停在这个层次，那你对亲子关系的理解还停在最低的那一级，把所有的亲子关系都理解成债务关系，是非常功利的解读。而且这种解读会让人变得很累，你会开始算账。这个孩子是讨债的还是报恩的？我为他付出了多少，他回报了多少？他孝不孝顺，值不值得我继续投入？这种算账的心态，恰恰是在破坏那份最珍贵的情缘。真正的上等子女缘不是债务关系，是互相成就的关系。你教会他走路、说话、做人，让他感受到世间有温暖，有人是真正爱他的。他教会你耐心、包容、放下，让你体验到一种你原本以为不可能拥有的柔软。这两件事加在一起，才是一段亲子之间真正意义上的修行。不是你欠他的，也不是他欠你的，是你们一起来到这个世界，一起完成这一世的功课。如果你能用这种眼光去看你的孩子，去看你们之间的关系，你会发现很多以前觉得难以接受的事儿，都开始变得不那么重了。如果我们把善缘修成上等缘，有3个心法最实用。第一，不控制，不要把孩子当成你生命的延伸，不要把你未尽的梦想转嫁到他身上。他有他自己的人生，有他自己来这个世界要完成的功课，你的任务是陪伴，不是主导。第二，不索取，我养你小，你养我老，这个逻辑不是亲情，是交易。当你用这种心态养孩子，你会在无意识里给孩子很大的压力，也会给自己埋下无数失望的种子。本来的爱是没有条件的，当爱变成了投资，它就失去了最本质的力量。第三，不抱怨养孩子很辛苦，这是真的。但当你把那份辛苦变成抱怨，变成随时随地提醒孩子你欠我的，你们之间那份本来可以很美好的缘分，就开始一点一点的消耗掉了。换个角度，感谢孩子来到你的生命里，不是嘴上说的话，是真的在心里感谢，感谢他给你带来了那些只有做了父母才能体会到的东西。最后说说3个误区。第一个误区，晚孕一定是上等缘吗？不一定，晚孕本身只是一个时间上的现象，它不等于质量的保证。如果一个人在等待孩子的那些年里，没有用那段时间去修行，没有去行善积德，反而心里装满了怨恨、嫉妒、焦虑，甚至做了很多造孽的事，那么晚来的孩子也可能是一段很沉重的缘分。时间的长短不是判断子女缘好坏的标准，那段时间里你发生了什么改变才是真正的关键。第二个误区，求子只要念经拜佛就够了吗？念经拜佛是好事，是修心的方式，是积累福报的方式，但它不是换取孩子的工具。如果你把念经拜佛变成了一种交易，我念了多少遍经，我供了多少束花，所以菩萨你要给我一个孩子，那你的出发点已经偏了。真正有效的求子之道，核心是求自己，把自己修成一个配得上好孩子的父母。第三个误区，没有子女缘就是人生的遗憾吗？在我们的文化里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，认为人生必须要有孩子才算完整。没有子女缘等于人生有缺陷，等于你没有福报。这种观念给多少人带来了不必要的痛苦。但佛家对这件事有完全不同的看法。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带的因缘是不同的。有人这辈子的功课是体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，有人的功课是超越血缘，去建立一种更广泛的慈悲，对更多的众生去给予关爱、帮助和善意。这2种人生，哪一种更有福报，不是外人能判断的。没有孩子不等于没有爱，你可以把那份原本可以给孩子的爱，给你的父母，给你的伴侣，给那些需要帮助的陌生人，给更多的众生。这样的人生不是遗憾，是另一种圆满。给所有正在等待的人几件真正可以去做的事儿。第一，停止焦虑，放下执念。焦虑除了消耗你自己，对让孩子来这件事儿毫无帮助。一个时时刻刻都处于焦虑状态的身体和心理，是不适合孕育生命的土壤。放下执念不是说你不在乎了，而是你愿意把这件事交出去，交给因缘，交给该来的时机。第二，孝顺父母，调和家庭。这2件事是积累子女福报最直接最快的方式。上等孩子最忌讳的环境是家庭不和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改变这件事儿，对父母多一点耐心，对伴侣多一点温柔。家和是最好的风水，这不是装饰品，是真实的因果。第三，戒杀放生，培养慈悲。当你有意识的去爱护生命，去戒杀，去放生，你在积累的是让生命来到你身边的福报。慈悲心是最强的磁场，它会吸引需要慈悲的灵魂来到你的家庭里。第四，行善积德，积累福报。这里说的行善不是要你捐多少钱，做多大的事儿，而是从日常里的小事儿开始，帮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说一句温暖的话。
选择在可以计较的时候不去计较。第五，诵经念佛，修心养性。如果你有佛法的因缘，可以每天持诵地藏经或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。持诵之后，要认真的回向，回向给你的家人，回向给你曾经伤害过的众生，回向给一切有情。回向的心比持诵的数量重要的多。第六，调整心态，活在当下。你能不能在还没有孩子的日子里，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意义、有滋味、有爱？不是在等待中浑浑噩噩的熬日子，而是真实的活在每一天里。当你不再把人生的圆满压注在一件还没发生的事上，你现在拥有的一切会开始散发出一种不同的光。那种光是平静，是满足，是真实的好好活着的样子。而那恰恰是最好的土壤。我们这一生会执着很多东西，孩子是其中最深的执念之一，因为它关乎传承，关乎爱，关乎我们对完整的渴望。但所有的执着都有它的代价，执着越深，痛苦越大，离那件事本身反而越远。佛家说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你的善心，你的德行，你修自己的那份用力，这是不变，是你能做的，该做的。而结果来的时间，来的方式，这是随缘，不是你能掌控的，不必紧抓，要学会放手。晚孕之人往往有上等子女缘，不是因为等待本身神圣，而是因为真正愿意用那段时间去修自己的人，值得一段更好的缘分。所以正在等待的你，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在孩子还没有来的这段时间里，你在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的答案就是你和孩子之间这段缘分的真正面貌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智慧分享，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